这个是全新一代的 Ford Ranger， 那 Ford 称之为 Next Generation Ranger， 所以在我身旁的这一个呢，就是 Non-Raptor 最顶配的 Ranger Wildtrak， 它的售价是168,888块，从泰国 CBU 整装进口，因为它是一个属于 commercial vehicle 商用车辆，所以它只需要给 sales tax， 而不需要给进口税等等。那车型方面呢，它就比 XLT Plus 贵了26,000块，比 Ranger Raptor 便宜了91,000块。但这台车子用的是 2.0L Bi-Turbo 的低色引擎，210 PS， 500个 Nm， 就跟之前动力没有差太远。但是整台车只是用了一个升级版的 T6 平台，叫 T6.2 平台。所以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看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 记得 subscribe YouTube 频道。Ranger Wildtrak 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更加野性、更加狂野的 Ranger。那原本车头这个地方呢，它是 chrome 的，就跟它染上了高光泽的灰色。然后新一代的 Ranger 呢，它最有辨识度的地方就是2个 C 字形的 LED 车灯。然后因为这个是高配版的 Wildtrak， 所以这边用的是 Performance LED 大灯，它属于一个 Matrix LED 大灯。然后下面同样有这个 Fog Light 雾灯。车尾造型的话 ，Ranger Wildtrak 同样将很多原本是 chrome 的东西给它染黑，就好像这个 Wildtrak 的字样是黑色的，然后 4x4 的字样也是黑色的，就连这个 LED 车尾灯呢，它也是染上了黑色，好像画上眼影、有烟熏妆这样子的效果。然后这边就告诉你，这个是它的 Blind Spot Monitoring 的这个感应器，它的 Radar Sensor 都是放在这边的。然后下面这边呢，它也是一样，跟它染上了深灰色、亮深灰色这样子的东西，而不是 chrome。所以整体上所有能够染黑的地方都将它染黑，这个就是 Wildtrak 的精髓 ，Wildtrak 的一种个性。Next Generation Ford Ranger 基于第2代的 T6 平台打造，现在的轴距是3270mm，比上一代的 Ranger 加长，然后它的悬挂系统、车身的刚性等等，都做了很大幅度的这个升级跟优化。它是从视觉上你不会觉得它跟之前的 Ranger 有什么样的分别。好，这个是 Wildtrak， 所以 Wildtrak 就比 XLT Plus 多了这个 Side Step 踏板。OK， 旁边你可以从这边跳上去，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你要下来的话，你可以选择从后面下来，或者从这个地方下来也可以。OK， 再来它用的是18寸的这个轮圈，然后它是 HT Highway Terrain， 所以就是一个比较适合走 Highway。然后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片的这个车身踏板，然后这个 Wildtrak 就标配了 Roof Rail 车顶架，很 solid 的一个车顶架，后面也标配了这个Sport Bar， 但是它的 Sport Bar 是一整片的，就不像 XLT Plus 那个是 chrome， 比较传统的，这个看起来比较美，但实用性就不一定了。再来它的这个 flatbed 后面啊，它有2个 socket， 一个是 12V socket， 一个是 230V 的这个 AC outlet 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给 Wildtrak 专属的东西这样子啦。所以我觉得很传，所以我觉得整体上这辆车子的整个造型看起来真的就是非常的 Wildtrak。那后车尾门的部分呢，现在很多新款的皮卡都会装 gas lift， 就是你打开过后它会这样缓缓的升下来。可是这个 Ranger Wildtrak 呢没有，但是它有 easy lift， 用这个杠杆原理，所以其实你是可以用一根手指，我用尾指，不能尾指没有力，用食指你就可以这样子跟它撑着这样子。只是说你在放下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轻轻放，小心轻放，所以没有 gas lift 这个东西我不确定啦。不过这样子真的是已经是非常好来开关了的。然后这边同样有这个 side step 踏板，然后里面有2个灯这样子。Next Generation Ranger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在它中间有这个12寸的直列式萤幕，采用 Scene 4A 的作业系统，它支援 Wireless Apple CarPlay、Wireless Android Auto， 标配6个 speaker。那如果你买到的是 Ranger Raptor 的话，就有8个 speaker 的 Bang & Olufsen 音响。所以6个 speaker 非常简单，4个门各有1个 speaker， 然后在柱子这边有这个Tweeter。然后你注意看的话，在 XLT Plus 呢，这整块到车顶都是米色、白色的，可是它整个是染黑的，所以让到整辆车子看起来更加的高级。因为这个是
Wildtrak， 所以它的设备是满满的设备。像这边就拿掉了这个 handbrake， 它用的是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然后我现在身后坐的这个椅子呢，它叫 Wildtrak Premium Leather， 而 XLT Plus 在以下，它们都是用这个 fabric 布料座椅，而且它是电动座椅。XLT Plus 是这个手动的座椅啦。但是呢，不管你买到的是 XLT Plus 也好，甚至是 XL 都好，都是8寸的这个 TFT 电子仪表板。然后这个荧幕呢，它非常大个，但是它没有因为它的荧幕很大个就牺牲掉 physical button 实体按钮，下面同样有冷气的温度按钮、风扇大小等等，所以你要透过荧幕调整也可以，因为它下面这边是固定了的，它不会再移动了的。不管你进 Apple CarPlay， 你看什么都好，这个 icon 的东西是不会移动的，所以虚实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只是说美中不足的就是，当你使用 Apple CarPlay 或者 Android Auto 的时候，它就不能够 Full Screen， 它就只可以用一个16:9吃掉一半这样子罢了，所以就不能够像那种宽屏这样子。可是考量到大家现在都看手机了啦，我们的眼睛都是这样看直的了，所以一定it doesn't matter啦。再来 Wildtrak 呢，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它车子是有自动跟车的功能，它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with Stop and Go， 包括这种Blind Spot Monitoring 啊、Record Traffic Alert 等等，它都有。所以 Wildtrak 以下的车型都没有这些东西，这就是买它的价值。再来你的 Drive Mode，2H、4H、4L 都可以去调整，然后它还有非常多的驾驶模式，各种等等，你都可以去选择多波缓降功能啊。这边2个杯架，还有 Wireless Charger 手机无线充电器。你要挑剔它吗？真的挑剔不到了。168,000，168,000买到这样子的设备，因为有着这个 tax free 的优势，所以真的是 win 了咯。然后方向盘的它的整个质感非常的好，这边还有钢琴烤漆，就是它既有越野风，同时又相当的 premium， 没有东西好嫌，真的。这个车子的里面一流，特别是这一块荧幕。每一次介绍 Pickup Truck， 我都会跟大家说，皮卡车的重点是载货载物，而不是载人。但还是有很多像我一样把皮卡车当成是 Family Car、Family SUV 来使用的司机，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它的后排空间有什么东西。首先你打开这个过后，这边后面就有一点点的储物空间，通常是给你拿来放这些工具箱等等。还有放几把雨伞啦，因为这边已经没有位置，你又没有 boot space，I mean 你有 boot space， 不过是露天的 boot space。关起来 ，OK， 这踏板非常的实用 ，OK， 非常典型的 Pickup Truck 就是椅背就是这样子，不能够调整，然后头部空间够，因为车身相对来的高，这边有一个扶手可以抓着，这边也有一个地方可以给你这样抓着，这边有2个冷气出风口。Fix 的不可以调温度，下面有 USB Type-C 跟 USB-A 的接口。Wildtrak 的重点就是它有 AC 230V， 所谓马来西亚人俗称的 3-pin plug。那后面有一个 3-pin plug， 前面也有一个 3-pin plug， 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的方便。你要 charge 你的 laptop， 你要在后面搅果汁、泡 espresso， 可能都可以啦。设备方面它非常的齐全，然后 speaker 的话。6个 speaker， 中规中矩啦。这边还有一个扶手，我自己超喜欢这个东西。如果你用过 Pickup Truck， 你就懂这个东西哈。像我这样老人家腰骨不好的，你看这样，你看我可以 hold 着这样子，嘿 ，Start engine， 蛮安静一下的。OK， OK， 它的舒服程度有增加一点。那现在这个 Wildtrak 呢，就是 2.0L bi-turbo 的 diesel 引擎，它有210个 PS 跟500个 Nm。车子高的好处就是你看你在这么多车龙之间穿梭的时候，其实你的视野是非常的好，你整个就是龟够蓝哈，你不用怕你有什么东西看不到，所有东西你都能够洞察到它。然后这个500 Nm 呢，它从1750 RPM 起，它就能够 generate 出来。你轻轻的点，它是一辆接近2300公斤的一辆车子，可是有这500个 Nm 的这个动力辅助，所以你不太能够感觉到车子不会去还是怎样子，因为这个已经是算 Ranger 里面啦，我们不要算那个 Raptor 啦，你一踩。而且很安静，
很安静，你不太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diesel 柴油引擎的车子。然后它的整个转向的话，因为这个 steering 啊它是电子的，所以它摆起来不会说很重，车子很大的你就要花很多力气，你就好像驾着一辆 SUV 这样子去摆它就好了。加速，哇，走高速很爽很稳。你驾着一个3270mm 轴距的车，它已经长过 D segment， 长过 E segment， 你又要有超过2000公斤的重量，所以你在 highway 走这110以上，哇，那个视野非常的好。而且这个车子它有齐全的主动刹车辅助系统，你有这个 autonomous emergency braking、blind spot monitoring， 全部都有。而且我很喜欢它这个新的 side mirror， 整个很大块。而且这个 Wildtrak 它是标配了360度的全景摄像镜头。那 Ford 的这个 10 speed 啊，可以说是最便宜的10 speed automatic gearbox 啊，因为一般上我们说6速、7速 BMW 用8速 ，Mercedes 用9速。可是 Ford 的这个10速啊，因为 Ford 是一个很大的集团，所以在大速底下好称量，所以一个168千的车子，你就能够搭配10 speed 的 automatic gearbox。逃离了车龙，我现在就在 LDP 上面来测试它的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with Stop and Go 的功能。所以我再将时速设定在90，然后我这边可以选择我跟前方车子要维持多远的距离，有4个 stage。OK， 要近一点，近一点，再近一点。所以当前方的车子离开我的车道过后，它就会回到我要的速度，踩油。再来的还有 Lane Departure Warning， 就当你不小心动到线过后，它会帮你踩刹车去提醒你，你的车子已经偏离了你的车道。所以这个东西，当你在塞车车龙，不是真的是停下来那种啦，就是有走一点的话，它是相当的舒服。因为你知道这样大辆的车子，有时候你在 brake， 虽然它有很强的扭力，可是你2227公斤的车子啊，你在走停的时候，难免这个顿挫感。当然，现在目前市面上很多新的皮卡车，他们都会给你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可是我觉得 Ford 它的这套系统是更加的完整，更加的齐全。当然，这个电子仪表板是好过传统的实体，可是只是我自己不习惯啦，因为我们这种安哥，我还是比较 prefer 看那种传统的RPM 表，所以有些东西太过先进，我们这种老古板就不能够接受了。其实每次驾皮卡车哦，遇到下雨天哦，你会觉得整个人比较从容，比较淡定了，因为你看到东西很远了嘛，因为有时候下雨啊，视线不好，光线等等，然后你驾它这种情况下它是后轮驱动，可是你要它4轮驱动，你按一个 button 它就变4轮驱动了。但一般上不管你下到狂风暴雨，你都不用去到4轮驱动了，你 stay 在后轮驱动就可以了。这个 4 wheel drive 真的是给你去到沙、烂泥路、石头路，你才需要用到它。一般你走在 tarmac 是不需要去切换这个驱动模式的。2 wheel drive 可以给你上云顶、上山下海都没有问题了的。驾这种 pickup truck 我们都是以公路为主，以 daily use 以日常生活为主，所以我们没有去试 off road。那今天这集只能够算是一个 on road 的 review。所以喜欢这期影片记得分享按赞。我知道影片有点短，因为 Pickup Truck 就是这样子，它也是维持了 Ford Ranger 的这些优点，只是这一代新一代的 Ford Ranger 因为有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而且 之前可能也有，可是现在这个是荧幕更加的大寸。你看我从刚才讲话到现在，我其实脚都没有在油门，也没有在踏板，没有在油门踏板，也没有在刹车踏板，踩油踩 brake 它自己跟我 handle 了，我只是抓着 steering 罢了。OK， 我现在驾这辆车没有 RFID， 我要过 Smart Tag。OK， 5踩500 Newton meter， 100， 马力是210 PS 啊，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个10 speed 的 automatic gearbox。你看我现在去到110了啊 ，RPM 还是不超过2000转，我再快一点，130， 2000出一点点，你一直在这个 RPM 罢了。然后它这边有这个 Power Shift 啊，你可以透过这个 button 去知道自己在什么档位 ，10 speed、9 speed， 这个 Pedal Shifter， 你看它这边跟你讲了 Progressive Range Start， 你自己去选择。我看还是算了啦，你还是给他自己电脑来了。
10个 speed 你讲价个？你们玩手摇哦，5 speed、6 speed，你知道，然后到7 speed、8 speed、9 speed 的时候 ，forget about it， 给电脑去 set 了，因为太复杂了。OK， 所以喜欢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来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是不是 Raptor？ I don't know。And cut。风很大，不懂收不收到音。我把它 clip 去里面，我 clip 去里面，可是会动到我的身体哦，真的很大哦那个风。最后嘞，我这样讲话，可以吗？我这样可以讲话吗？我现在将全部东西都设定到 Sport Mode。We say 3, 2, 1, go。